无糖可乐可以出排放。Kisa， 你知道你现在根本是在饮弹增进吗？什么东西啦？我都喝无糖可乐了，你还在念哦？我没有在夸张的。根据科学家的最新研究，一天饮用超过2罐保特瓶饮料的人，比起不喝的人有30%的更高几率患上忧郁症，而零卡饮料甚至会导致更严重的情绪病症。此外，爱吃杂物得到忧郁症的风险也更高哦。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17会沙龙，我是阿美喜。你是否有经常觉得身心疲惫，但却又摸不着头绪，压力究竟从何而来？今天想要通过这本拯救低潮身心的自我照顾提案，来和大家聊聊如何从改变不良生活习惯来改善过劳身心。本期影片我将从衣食住行4个方面提炼出20条容易实施的改善建议来和大家分享哦。中间我也会穿插一些我个人实践后觉得很有感的小撇步。刚刚提到过度饮用含糖饮料更容易导致忧郁症，是因为饮料中的糖类会破坏人类大脑对于幸福感的认知。糖类在被传递到大脑时会分泌多巴胺，多巴胺是一种会让人充满活力并感受到快乐的物质。过分的糖分摄入会让人类大脑对快乐上瘾，最后导致不摄取一定量的糖分就无法得到幸福感。所以我的第一条改善建议就是和饮料、杂物 say no no。所以究竟什么饮品会对健康有益呢？将保特瓶饮料换成冷泡绿茶吧，这也是我的第2条改善建议。大家可能会好奇，为什么一定要是绿茶？这其实是因为相较于其他茶种，绿茶可以帮助大脑更好的放松，使焦虑的心绪恢复平静。此外，茶氨酸是一种可以帮助身体更有效放松的物质元素。冷泡的制作工艺可以让咖啡因被好好抑制，并能萃取出更多茶氨酸。除了上述好处，绿茶其实还有帮助燃脂的效果哦。大家切记选用无糖绿茶哦，如果加了糖就只是掩耳盗铃了。当然，最好的饮品还是水啦。你知道吗？根据最新的科学研究显示，年轻男性的焦虑疲劳以及女性的烦躁不快，其实都和脱水症状有关。可以说，水分不足跟心情低落其实有直接关系。不过有趣的是，大部分人，包括我自己，都不知道究竟该如何饮水才能帮助身体更好的吸收。我们总以为一天喝够1500到2000毫升的水就是达标，但是如果不掌握正确的饮水方法，只会变成尿液快速排出哦。作者建议将一天所需的水分分成7次，以每次不超过200毫升的量饮用，这样才能保证身体好好吸收。所以第3条改善建议就是每天聪明的饮够水。没错，这是现在补充水分的空档，别忘了先按赞订阅我们的频道，再继续往下看哟。是说我真的不敢相信你大清早就敢吃猪排饭这种油腻腻的杂物诶。虽然没有什么悲伤是一份油炸食物不能解决的，但是我还是不得不煞风景的告诉你，油炸食物中特有的 Omega-6 脂肪酸真的是健康大忌中的大忌哦。Omega-6 是 Omega-3 的亲戚吗？ Omega-3 不是对健康很有益的脂肪酸吗？虽然这2位名字很类似，但完全不相干，甚至还是对立的存在。Omega-6 其实会打破 Omega-3 的平衡，使我们的情绪失衡崩溃。此外，过量的 Omega-6 摄入会促进体内产生炎症反应，增加心血管疾病、糖尿病及患癌的风险，甚至还会破坏肠道菌群的平衡。要知道，人类肠道可是被称为第2大脑，幸福荷尔蒙的血清素就是由肠道所分泌的。因此，当我们的肠胃状况不佳时，更容易陷入抑郁；而当我们感到压力时，也就容易感到肠道不适。既然 Omega-6 和 Omega-3 是相对立的，那么多摄入 Omega-3 就能克服 Omega-6 带来的负面效应咯。你的猜测不错，所以我的第4条改善建议就是多多使用青贝鱼。根据日本已发表的研究报告指出，竹荚鱼、秋刀鱼、沙丁鱼、金鱼这类青贝鱼富含 Omega-3， 而 Omega-3 脂肪酸具有缓和不安情绪的功效，坚持食用对身体大有益处。如果觉得烹饪鱼类很麻烦的话，也可以直接购买鱼罐头来使用哦。我们家最喜欢的是味增口味的金鱼罐头，直接打开加热1分10秒就可以食用啦，非常的方便，推荐大家尝试看看。大家也可以尝试在食用金鱼罐头的同时配米饭还有生鸡大纳豆哦，这是日本人传统的家庭料理，坚持食用营养加倍。
鸡蛋和豆类制品都是作者在书中非常推荐在早晨食用的食物，因为它们含有大量色氨酸。色氨酸在进入体内15个小时之后，会转变为睡眠荷尔蒙褪黑激素，帮助身体放松，使我们在夜间更好的入睡。此外，牛奶、香蕉和坚果也含有大量的色氨酸，所以与其在睡前喝牛奶，倒不如在早上饮用，更能助睡眠。以上也是我的第5条改善建议啦。接下来是我的第6条改善建议，比起吐司或白米饭，早上更适合吃低 GI 值的食物。低 GI 值的食物 GI 值指的是升糖指数，这表示饭后血糖值的上升指数，数值越高，表明该类食物会在进入身体后让血糖更快的上升。如果血糖值浮动速度过快，将会带给身体很大的负担，使得情绪不稳定，疲劳感更重，也更有可能引起肥胖、情绪病症以及心血管疾病。如果不知道什么样的食物隶属低 GI， 可以尽量用深色、棕色的食材替代白色，比如用全麦面包替代白吐司，或是糙米替代白饭。低 GI 食物也更容易促进肠胃的消化，容易引起发炎反应。没错，刚刚聊了那么多适合在晨间食用的食物，现在就聊聊晚上又适合吃什么吧。我的第7条改善建议是，在晚上尽情享受鸡胸肉吧。我知道鸡胸肉富含超高的蛋白质，但它竟然也能改善疲劳吗？想不到吧？鸡胸肉真的是非常优秀的原型食物呢。鸡胸肉中富含米唑二肽，这是一种可以帮助抑制细胞损伤和消除疲劳的神经元素。如果每晚能坚持食用100公克的鸡胸肉，不仅能帮助补充蛋白质、保持身材，还能让身体恢复活力哦。最后，关于食物部分的改善建议，就是别忘了细嚼慢咽。咀嚼不仅可以帮忙促进消化，避免暴饮暴食，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它还能帮助减少压力。这是因为人类的口腔中有许多连接大脑和身体的重要神经，当我们在咀嚼的时候，会刺激这些神经，并抑制杏仁核的活动。大脑中的杏仁核具有将不愉快的体验转化为恐惧、不安情绪的功能。当我们抑制了它的行动，自然便减少了以上这些消极情绪啦。看来想要避免身心陷入负面回圈，不仅要吃得对，还要懂得怎么吃。刚刚聊了该吃什么，那么现在就来聊聊该穿什么。我的第9条改善建议是，请避免穿戴过分紧身的衣物。要知道，当我们的身体长期处于被紧紧包裹的状态时，将承受比平常更大的压力，这会让我们的自律神经陷入紊乱，也会不断堆积疲劳感。穿着宽松的衣服自然让人舒适，但是对于上班族却不得不穿束手束脚的西装或衬衫呢。如果无法在出门时绝对放松，那么至少在家时请选择面料舒适、宽松的衣物吧。我个人蛮推荐 Gelato Peak 的家居服，虽然价格不菲，但是穿起来真的很舒服，身体也能更好的放松。除了穿着舒适，更重要的是注意保暖，这也是我的第10条改善建议。要知道，如果手脚长期处于冰冷状态，身体也会感受到额外的压力哦，因为寒冷会影响自律神经，加重不安感。当我们的体温上升，血液循环功能就会变好，免疫力和基础代谢率也都会提高。所以除了通过衣物保暖，我们其实也需要避免冷饮、生食以及摄入过多水果哦。已故的苹果公司创办人史蒂夫·贾伯斯每天都穿同样的衣服，因为他认为这样可以节省挑选衣服的心力，让自己能专注于更重要的事物上。我认为这也是避免焦虑的好办法。这正是我的第11条改善建议啦，提前选好次日的衣着，这样就不会在当日的上午因为要穿什么而产生大量无谓的压力。我一般会连袜子和鞋子都想好摆好，这样就算第2天睡过头，也可以用最快的速度出门上班啦。最后一点关于穿什么的改善建议，同时也是第12条改善建议是选择亮色的衣服来改善心情。明亮的颜色，比如红色和黄色，会带给人活力、温暖和快乐的感觉。黄色甚至可以帮助提高理解力和判断力。我知道近几年来个人色彩测试非常流行，每个人会因为肤色、发色、唇色等差异而适合不同色系的服饰或装饰。对于适合黑白色系的冬季人，我认为可以使用一些明亮色系的配饰，比如红色丝巾或是黄色墨镜来点缀装饰，这样不会影响个人风格的同时，却又能适当点亮心情。男生的话，也可以使用蓝色的领带或领结来帮助焦虑的心情变得平静哦。
刚刚我们已经聊到了保暖的重要性，除了在饮食、衣着方面用心，冲热水澡或是泡澡也会是很有效的方法。所以我的第13条建议便是在睡前1到2小时洗澡或泡澡，让体温上升。这是因为在睡前让身体保持温热，可以帮助更好的进入睡眠。当我们感到困倦时，因为身体需要散热的缘故，我们的手脚会变得温热，而当我们入睡时，体温会逐渐下降，代谢也会随之下降。在入睡的过程中，当我们的体温下降幅度越大，大脑的温度就会随之越低，我们也就越容易入睡。泡澡可以帮助我们的体温上升，制造更大的温差。那为什么要选择睡前1到2小时呢？直接泡完澡去睡觉岂不是更有效？泡澡后，我们的交感神经会因为高温变得活跃，在短时间内其实是不容易入睡的，因此间隔1到2小时是比较适宜的时间。另外需要注意，泡澡水在38度左右为佳，泡澡时间可以设置在10分钟左右。在泡澡期间，不太建议大家滑手机或刷剧哦，因为泡澡时间过久，其实反而会影响睡眠品质。除此之外，手机的蓝光也会带来负面影响。我强烈建议大家在早上起床后就打开窗帘，享受朝阳哦。阳光可以帮助重设人体的生理时钟，促使身心进入活动模式。常晒太阳也会让心情更加明媚。不仅是人类，即使是家中的绿植也很享受沐浴在阳光下呢。确实如此，养育绿植或是宠物其实也能帮助我们有效减缓压力哦。根据科学研究表明，拥有宠物的人在面对痛苦事件时，内心的受创程度会更轻，因此现在甚至推出了动物辅导治疗项目。我们虽然没有宠物，但是却有许多绿植，只是看着植物们茁壮成长，我的内心就充满了喜悦和成就感。也难怪古人说寄情山水，陶冶情操了。接下来是我的第15条建议，利用30分钟的午睡来提高工作效率。其实刚来到加拿大的时候，我很惊讶当地人都没有午休的习惯，因为午休对于我而言是非常有效恢复体力的办法，比起喝咖啡或是吃薄荷糖等都能更有效的提神。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午睡不宜过久，请把时间控制在半小时之内，这被医学专家们称为强力小睡。强力小睡不仅可以帮助提升专注力，也能提高下午的学习和工作效率。可是我总是担心，要是睡过头的话，反而会让身体变得昏昏沉沉，而且还会影响到晚上的睡眠。关于这一点，其实我有个小撇步值得和大家分享，就是在午睡前先喝一杯咖啡。这是什么歪理啦？喝了咖啡岂不是根本睡不着吗？不，其实咖啡因的效果会在饮用过后的半小时才会出现，因此在午睡前摄取就是给身体安装了定时闹钟，这样醒来的时候身体就不会感到昏沉啦。看起来好像真的蛮神奇的，那我明天就赶紧试看看。以上就是我们在家可以简单实行的改善方案。那么接下来就聊聊在日常生活中有哪些小撇步可以帮助我们放松身心，抵抗焦虑好啦。我的第16条改善建议是：现在就站起来吧。现代人因为久坐患上各种亚健康疾病，而疫情后工作形态的转变更是雪上加霜。根据最新的科学研究指出，连续坐着1个小时会缩短寿命22分钟。Oh my god！ 那我这种每天久坐8个小时以上的人，岂不是马上就往生了吗？如果坐着完全不动，真的就是慢性自杀哦。久坐让我们的血液循环变差，下半身也更容易水肿，大脑也会因为无法得到充足的氧气而陷入呆滞，使得专注力变得更差。为了找回健康和更好的注意力，请每20分钟就站起来1次吧。正好可以配合喝个水、上个洗手间，这样就能一口气把能够完成的改善小撇步一次性完成喽。你真的聪明耶！另外，当我们在焦虑不安的时候，也可以通过踏脚或者深蹲的方式来使自己平静下来。这是因为当我们感到不安、痛苦时，身体的力量会倾向于往上升，也因此人们在压力过大时容易产生肩颈酸痛、呼吸急促的现象。这时候，如果我们能够尝试深呼吸，并且用力踏脚10次，就能有效将向上的力量转移向下，帮助我们更快恢复平静。如果觉得用力踏脚会打扰到旁人，也可以用深蹲10次来替代哦。我之前一直以为我肩颈痛只是因为坐姿不良，却没想到其实和压力也有关系。我们的身体其实比我们想象的更有智慧。当我们心情低落的时候，总想跟别人讨拍拍，却总是忘了好好拍拍自己。
我的第18条改善建议是，心情低落的时候就用手温柔抚摸自己吧。医学专家研究发现，当我们忍不住陷入负面思考的时候，如果可以用手抚摸手臂、脸颊等部位，内心便会不自觉感到更加安定。这是因为在触碰的过程中，身体会分泌出催产素荷尔蒙，这种激素也被称为幸福荷尔蒙，可以帮助人类减轻压力。不过在日文中，对于受伤的处置，我们有 teate 的说法，想必就是暗示通过手的接触可以帮助减轻病痛吧。其实除了抚摸疗法，微笑疗法也对阴霾的情绪很有帮助哦。我们的大脑看似聪明，却很容易被骗。如果我们努力将嘴角上扬，大脑便会误以为此刻正处于快乐的状态，于是分泌具有疗愈、镇静功能的血清素，调整自律神经的平衡。因此，在悲伤痛苦的时候，如果能够稍微勉强自己扬起嘴角，就能在短时间内平复心绪。太神奇了吧！看来玉林哥之前在综艺里聊到的大笑疗法真的没有在胡乱耶。不过我是觉得心情低落的时候，与其扯开嘴角，倒不如打开他的综艺节目更快速有效了啦。最后一则我认为很重要的改善建议是专注并感恩已拥有的。这点看起来很容易，但实际操作起来真的太难了，因为人就是会习惯性和别人比较的生物啊。确实如此，所以我们垂直活着，和自己比较，而不是和别人比较，这样就能更好的看到自己已经拥有了什么，并为已经拥有的感到幸福满足。而对于尚未拥有的，也不会陷入过分的焦虑。我们千万不要用自己的半成品对比他人的完成品，正如滴水穿石，微小的坏习惯在日积月累之下也会变成大患。想要改变生活，就必须改善日常的各种小细节。正如美国心理学者威廉·詹姆士所言，改变习惯就能改变人格，改变人格就能改变命运。现在的我们将形塑未来的我们，每天用心养成一个好习惯，相信未来的我们会感谢如今努力的自己，一起活出健康又自信的模样吧。你有自己独特的改善身心小撇步吗？欢迎在留言区和我讨论哦。17会沙龙会持续分享自我成长相关书籍，喜欢的话欢迎按赞、订阅或分享。我是阿美喜，我们下期见喽。